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首播将至，杨紫新剧来了，终于有让我熬夜狂追的古装经商剧了。辛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哪怕是无名女子，工匠商贾，只要她能够济弱扶倾，安民报国，便不负华年，当称国色。难以想象，在近几年走流水线的剧情下，竟然在杨紫的新剧里出现这样的诵读，而不是机械的念台词。以上片段是杨紫在2025年片单的国色芳华，虽然只有剧组开机的路透，但也不妨碍剧粉和观众的期待。华丽的妆造，有演技的演员，繁华的场景，唯美的镜头，太符合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了。据杨紫本人透露，国色芳华即将上映，终于有属于唐朝的古装经商剧了。01剧情，该剧改编自一千众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擅长培育牡丹的百花匠人何为芳挣脱逆境，奔走行商，并在途中邂逅雅官长安、养晦仇国的投资人蒋长阳，终达济民救世、帮扶天下，两人携手谱写繁华盛世的大唐传奇的故事。这部剧以唐朝为故事发生背景，用全方位的镜头展现唐朝之美，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盛唐恢宏气象。要说剧情为何拥有爆款前置，还得是以下几个点。爆点一，以女性为主的事业线。说起现流行的偶像剧类型，大女主剧本必须有一席之地，这种打破传统男子为尊的思想情节非常新颖，而且女性之间深刻的共情能力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可是女性群像剧的重大看点。比如《卿卿日常》《风吹半夏》《一念关山》等剧集就是这样，剧中的女角色没有雌竞的行为，她们倾向于女性之间的相互体谅、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所以她们的精神内核有力量、有魅力，这才是女性视角剧情。但是这几年也出现不少虚假大女主剧本，以《爱未营》《如懿传》等剧情就是这样。编剧想把女主塑造成很厉害的样子，可实际上她并没有做到体现智慧的事，却就被配角们吹捧，完全看不出大女主的地方。包括杨紫的上一部古装剧《长相思2》，明明第一部的女性故事反响很好，可第二部变成了女主如何在三个男人中间徘徊，导致杨紫的观众缘大打折扣，豆瓣5.9。这一次同样是杨紫的女主视角剧情，由杨紫饰演的何为芳带领一众命运坎坷的女性经商，不仅把女性的先进思想和独立人格诠释得淋漓尽致，还把女子经商做成是角色自己的主动想法，是她内心顽强拼搏的心态支撑她做这些事，这样的自觉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国色芳华的编剧叙事视角是以女主何为芳的独白入戏，这样的开场听起来非常新颖，尤其是她以古代最繁华的朝代为背景，这样的诵读式开场对观众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何为芳就像剧中的花中皇后牡丹，即使遭遇不幸也依旧坚强面对，还凭借高超的花艺技术成功涅槃重生，真国色也。爆点2，以深厚的文化背景为底蕴。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唐朝达到了空前盛世，很多外来商贾涌入长安城，于是文化也出现兼容并蓄。在国色芳华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繁华大场面，很符合那个朝代。还有蒲头和宝香花纹的圆领袍衫，都是唐代男子的流行服饰。美国佛利尔博物馆有幅画叫《内人双陆图》，唐代周防他为卷本设色画，画的是唐朝生活方式，里面有个男人的穿着与剧中蒋长阳的粉色袍衫和此图中的男子服饰有几分相似，看来这波文化输出妥了。02特点，唐朝是一个国富民强、盛况空前的太平时代，
那时候的女性地位高，甚至出现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还有上官婉儿这样的女宰相，国家强大，经济发达，所以唐朝女性的穿搭和妆造都是很开放、雍容华丽的。所以要拍出这样的盛唐风貌，演员的妆造必须要大气、华丽，才能把大唐的盛世风华体现出来。从妆造看，杨紫饰演的何为芳妆造非常繁琐，脸是鼓鼓的，打了腮红，额头上有花钿，盘发上还有各种首饰流苏，隔着屏幕能感受到她的贵气。要知道这几年的古偶剧真的惨不忍睹，单一的盘发和一根朴素的发簪，千篇一律的婚纱服等等现代化的东西，根本拍不出古人的雅韵。唐朝光是个人服饰就千人千面，女性的妆造更是华丽繁琐。剧中除了杨紫，还有很多女配角的穿着妆容也是各有千秋，主打一个100%还原细节。因此，在妆造类型方面，这部剧的唐风含量很高。从镜头看，演员的妆容很符合唐朝的繁华，脸上的打光没有过分抹到发白，很自然。因为古人的夜晚是用蜡烛照明的，所以整部剧的色调偏暗黄色，无论是夜晚的大街，还是明亮的殿堂，都充斥着一股古代的朱楼碧瓦，非常大气。从故事看，原著的女主是穿越的，但她的婚姻不顺畅，男主还有点大男子主义，给女主甩脸色，偷瞄女主。而改编后的剧情显然更精彩，何为芳通晓人情世故，又知书达理，遇到困难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一味的被打压。最后还有靠男主救场的烂剧情。凭女主做事靠自己一点，这部剧就非常值得赞美。从场景看，剧中的大场面很繁华，比如宴会的殿堂氛围华丽，红色的基调，暗黄的灯光从门窗打进来，照得整个殿堂威严、奢侈又不庸俗的贵气。还有一个远景是谋府邸的院子，全是以红为底色，再配上大开大合的建筑结构，衬得整个院子很奢华。还有剧中的牡丹花，也是真材实料买回来实景拍摄的，所以画面的质感非常真实。亦或者是拍摄大唐不夜城的画面，街上人山人海，房屋高建，有卖艺的、看戏的、叫卖的，总之每个人脸上都是对日子的期待，所以整个画面的唐风质感拉满了。03. 演员杨紫是何为芳，她是《欢乐颂》中的可爱小女生，也是《长相思一》中坚韧果敢的大女主。16年，她被南都娱乐周刊评为90后4小花旦之一，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她的演技和影响力。剧中的何为芳仪态端庄，总是温声细语的，面对挫折那倔强不服输的表情真的绝了。李现是蒋长阳，是亲爱的、热爱的高冷男神韩商言，是法医秦明中的搞笑男林涛，搞笑男，更是去有风的地方中无微不至的暖男。李现的演技是真的好，每个角色都有不一样的性格灵魂，这对于演员而言需要一个丝滑的情绪变化，还有巧妙的反应能力。他这会可是天下第一贪官，表面上浪荡不拘，实际心怀天下，最后他的偿所愿，既护了国，也有了家，真是人生圆满。张雅钦是李幼珍，她在新一代演员中不算出名，可她的每个角色都很出圈。比如《千古绝尘》中的凤冉，打戏流畅，敢爱敢恨；还有《古相思曲》的陆渊，完全是大女主剧本，以身入局谋求国家稳定，面对爱人错过的悲伤，成为妖后心里的难言之隐，再次见到爱人的克制。张雅钦用自己的演技把这个角色的复杂内心演得很真切。这次她所饰演的角色经历复杂，情感层次多样，从最初的懵懂青涩到后来的成熟坚毅，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细腻且精准的演绎。但我相信，以张雅钦的演技完全没问题，我们只需静待播出就好了。许灵月是萧雪溪，在《择天记》里，她是一个霸气的女官。
在《清平乐》中，她又是温柔、恪尽职守的妃子。许灵月的长相偏清秀，她的古装扮相很温柔，她的演技也不错。不知道这次的角色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沈梦辰是皇甫令歌，作为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他曾出演过都市言情剧《妻子的谎言》的江一山。2020年，他又参加女性成长励志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第1季，他把主持人和演员这2个身份平衡得很好。在江一山的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沈梦辰的影子。这次，他又是古代女商人皇甫令歌，以沈梦辰的长相扮起古装剧来，还真得心应手。期待他后面如何在这个男子为尊的时代大杀四方，为女性开出一片广阔天地。今年有很多古偶是高开低走，《长相思2》、《宁安如梦》、《一念关山》，他们开篇都很优质，可结尾不是潦草就是烂尾，可见一部剧情的从一而终有多重要。